白门楼的寒风里，三国第一勇将吕布被绳捆索绑，对着曹操苦苦哀求，愿效犬马之劳。可这位凭一次次背叛冒险登顶的猛将，终究没能逃过被缢杀的宿命。几百年后，江南巨富沈万三富可敌国，却因一句犒赏军队的提议，落得家产被抄、家族流放的下场。两人一个凭武力险中取势，一个靠贸易险中聚财，都曾站在世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却又都在自己最擅长的险招里栽了跟头，输得一干二净。现代人总把富贵险中求挂在嘴边，创业要 all in 风口，投资要赌高杠杆，仿佛不冒大险就成不了大事。可没人愿意细想，吕布和沈万三的悲剧究竟是运气不佳，还是他们从一开始就搞错了冒险的底层逻辑？真正的冒险从不是孤注一掷的赌博，而是精准计算后的战略出击，分不清该冒的险与致命的险，只会像吕布和沈万三一样，在险中求得一时富贵，最终又在险中满盘皆输。想吃透风险的本质，学会在机遇中控风险，在风险中留退路，避免重蹈古人覆辙的原主。先点个关注，我会定期从订阅的朋友里抽几位，送出我珍藏的古今风险拆解手札，里面拆解了吕布、沈万三、范蠡等古人的成败关键，还有针对现代创业、投资、职场的风险管控心法，外面根本找不到完整版。风险从来都有质的区别，不是所有铤而走险都能换来富贵，更多时候只是匹夫之勇的自我消耗。史记《货殖列传》里说，夫千色金利，至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其盛。意思是踏实劳作是谋生的根本，可真正能致富的人，往往要靠出奇招，冒风险。但这句话的关键从不是奇，而是奇要建立在正道之上，也就是对规律的把握，对局势的算计。吕布的冒险恰恰是脱离了正道的匹夫之险。他最初是丁原的义子，受丁原重用，却被董卓用金珠玉带和赤兔马收买，一刀杀了丁原，投靠董卓。这次冒险，他靠背叛换来了高官厚禄，却也落下了三姓家奴的骂名。后来又因貂蝉之事与董卓反目，再次动了杀心，亲手诛了董卓，短暂掌控了朝政大权。两次冒险都让他在短时间内实现了阶层跃迁，可他的决策核心从来都是眼前的诱惑和一时的情绪，没有半点长远的战略布局。杀丁原是为了财物美色，杀董卓是为了泄愤夺权，每一次选择都只看当下的利益，从不考虑杀了主公后如何收拢人心，如何构建自己的势力根基。他占了徐州后，不听陈宫的建议，时而连流，时而反流，反复无常，把盟友都推到了对立面，到最后困守下邳，被曹操大军围困，依旧我行我素，沉迷酒色，拒绝突围，把所有希望都压在运气上，盼着有人来救。这种冒险本质上是赌概率，拼血气，靠的是外部运气和个人勇力。一旦运气耗尽，勇力不及，就只能任人宰割。反观曹操，官渡之战以弱敌强，看似是一场凶险的豪赌，实则是系统支持下的战略决战，是高阶的枭雄之险。当时曹操兵力不足袁绍的一半，粮草匮乏，很多部下都暗中勾结袁绍，随时准备倒戈。可曹操没有盲目硬拼，而是先稳住内部，重用许攸、郭嘉等谋士，精准获取袁绍的情报，再抓住袁绍多疑的弱点，派精兵奇袭乌巢，烧了袁绍的粮草大营，一举扭转战局。这场冒险的背后，是曹操多年积累的政治资本，
挟天子以令诸侯，名正言顺，是内部的人才支撑，谋士献策，猛将冲锋，是精准的情报研判，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的险不是孤注一掷，而是在计算清楚利弊，构建好安全垫之后的主动出击。就算奇袭乌巢失败，也有退路可守，不至于一败涂地。这就是匹夫之险与枭雄之险的天壤之别，前者凭情绪和运气，后者靠计算和系统。从决策心理学来看，吕布式的匹夫之险本质上是近体效应在作祟，人总是会对眼前的巨大诱惑或威胁产生强烈的情绪反应，从而压倒理性计算。吕布看到赤兔马和高官厚禄，就忘了丁原的知遇之恩，被董卓羞辱，就忘了自己的处境，一时冲动杀了董卓。他从来不会想杀了主公后自己会面临怎样的舆论压力，会如何被其他诸侯提防，也不会想靠背叛得来的富贵，终究是空中楼阁，根基不稳。现代人身上这种匹夫之险的影子随处可见，看到别人做直播赚了钱，就不管自己有没有才艺，有没有资源，立刻辞掉工作全职投入，最后不仅没赚到钱，还丢了稳定的收入。看到股市上涨，就跟风加杠杆炒股，把全部积蓄甚至房贷都投进去，一旦股市下跌，就血本无归。这些人把冒险当成了拼搏，把赌博当成了机遇，只看到成功者的光环，却看不到无数失败者的尸骨。而真正的高手都懂得延迟满足，用系统思维去驾驭风险。就像范蠡助越王勾践复国后，没有贪恋富贵，而是果断功成身退，带着西施隐居江湖。他经商时也敢冒险，涉足盐业、渔业等当时的高利润行业，却从不会押上全部身家。他三掷千金，又三散千金，不仅是为了避祸，更是在分散风险，确保自己就算一次投资失败，也有足够的资本东山再起。这种冒险才是能真正驾驭风险，实现长久富贵的正道。我在《古今风险拆解手札》里，把这种风险认知总结成了3问法则。一问风险的本质是什么？是短期诱惑还是长期机遇？2问自己有没有应对风险的系统支撑，是靠运气还是靠实力？3问失败后有没有退路，是一战定生死还是留得青山在？这3个问题能帮你在面对诱惑时保持清醒，不做吕布式的匹夫之险，只做有准备的枭雄之险。普通人冒险往往只看到明面的难度，却看不到冰山之下隐藏的深层风险。就像沈万三，他靠海外贸易发家，同帆贸易在当时是高风险行业，要面对海洋的风浪、海盗的劫掠、贸易的盈亏，这些都是摆在台面上的明面之险。可沈万三凭借过人的商业头脑和胆识，成功驾驭了这些风险，积累了富可敌国的财富。可他的悲剧从来不是栽在这些明面之险上，而是栽在了自己看不见的深层风险里。明史虽未明确记载沈万三犒军之事，但民间传说与史料旁证相互呼应，指向了他失败的核心，触碰了皇权的绝对禁忌，卷入了致命的政治风险。当时朱元璋建立明朝，定都南京，沈万三主动提出出资驻驻都城的1/3，还想拿出100万两黄金犒赏天子的军队。在沈万三看来，这只是商人讨好君主、巩固地位的常规操作，就像他在贸易中打通关系一样。可他忘了，军队是皇权的根基，是天子的专属。一个商人竟敢染指，无疑是在挑战皇权的权威。朱元璋本就对商人有所忌惮，认为商人不是生产巧取豪夺。沈万三的举动
更是让朱元璋觉得他富可敌国，有不臣之心。最终朱元璋以匹夫靠天子之君，乱政也为由，抄没了他的家产，将他流放到云南，一代巨富就此陨落。道德经里说，富贵而骄，自遗其咎。沈万三的悲剧根源就是富贵之后的骄傲自满，低估了政治风险与系统脆性风险。他在成功驾驭商业风险后，产生了一种全能感，认为自己能用金钱解决一切问题，却忽略了不同领域的风险有着完全不同的规则。商业风险可以靠资本、头脑和胆识化解，可政治风险的本质是权力规则的不可僭越，一旦触碰红线，再多的财富也无济于事。这种风险认知盲区在现代人身上也极为普遍，很多创业者辛辛苦苦攻克了技术难题，搞定了市场渠道，把公司做得风生水起，却因为股权结构不合理，触碰了政策红线，创始人道德瑕疵，引发舆论危机，一夜之间满盘皆输。他们能驾驭技术、市场这些明面之险，却看不到治理、合规、声誉这些深层风险，最终栽在了自己的认知盲区里。还有一些人在行业里做出成绩后，就变得骄傲自满，听不进不同意见，盲目扩张，最终导致资金链断裂，企业破产。就像沈万三驻都城请犒军，这些行为都是骄傲的体现，暴露了他对权力的无知，也触发了木秀于林、封闭摧之的系统性风险。人性中的嫉妒与排异本就是一种潜在的风险，一旦你过于张扬，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就算没有皇权的打压，也会被同行、被身边的人算计。从人性心理学来看，人在取得成功后，很容易陷入证实性偏见，只相信自己的判断，忽略潜在的风险。沈万三靠金钱打通了无数关系，就认为金钱能搞定皇权。很多创业者靠某个模式成功了，就认为这个模式能复制到所有领域。这种盲目自信会让人失去对风险的敬畏之心，最终被自己忽略的风险吞噬。真正的风险管控从来不是只盯着眼前的困难，而是对整个风险生态系统的审视。就像航海的人，不仅要关注风浪，还要关注暗礁、潮汐、海盗，甚至是船上的物资储备、人员状态。在商业中，不仅要关注市场、技术，还要关注政策、合规、股权、声誉。在人生选择中，不仅要关注短期收益，还要关注长期影响、人际关系、道德底线。只有看清了所有维度的风险，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不至于在阴沟里翻船。我在古今风险拆解手札里，把这种风险结构拆解成了3层模型。表层风险是行动本身的难度，中层风险是规则与制度的约束，深层风险是人性与权力的博弈。沈万三的表层风险是通番贸易，中层风险是明朝的商业制度，深层风险是皇权与商人的权力博弈。他只搞定了表层风险，却对中深层风险一无所知，失败也就成了必然。能看清风险的结构，只是驾驭风险的第一步。真正的高手从不会把目光只放在求富贵上，而是从一开始就盘算着控损益。所谓损益，就是算清自己能承受的最大损失，守住自己的生存底线，再去追求可能的收益。孙子兵法行篇里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善战的人从来都是先确保自己不会被打败，再等待战胜敌人的机会。这份智慧放在风险管控上，就是先想好怎么不输光，再去想怎么赢。而这正是吕布缺的根，也是沈万三忘的本。吕布困守下邳时，陈宫曾给他献过2条计：
一条是分兵出城，吕布率骑兵在外袭扰曹操粮道，陈宫率步兵在内坚守城池，形成轮了脚之势。曹操远来，粮草不济，久攻必退。另一条是趁早突围，去投奔袁术，保存实力，再图东山再起。这两条计都是为他留退路、控损益的良策。可吕布偏偏不听，他舍不得下邳的城池，舍不得府中的妻妾，更放不下自己一方诸侯的名头，总觉得自己勇冠三军，曹操奈何不了他，硬是把自己困在孤城里，每日沉迷酒色，逼得手下将领反水，最后开城投降，落得个白门楼殒命的下场。吕布的败亡是典型的风险损益比彻底崩溃，他把自己所有的本金、军队、城池、名声，甚至自己的性命都压在了守城胜曹这一件事上，没有任何退路，没有任何风险切换的策略。赢了不过是暂时保住徐州，输了就是满盘皆输。这种赌徒式的决策从来都不是驾驭风险，而是被风险绑架。反观范蠡，他的每一次冒险都把损益比算得明明白白。筑构建复国，他知道功高震主是最大的风险，所以复国成功后立刻抽身而退，放弃了相国的官位，无尽的财富只带着西施轻装上路。这是他算清了官爵富贵与身家性命的损益比，知道前者是福财，后者才是根本。经商之后，他在陶地靠贸易起家，短短几年就积累千金，成为陶朱公。可他从不会把所有财富都投在一个行业，而是分散投资盐业、渔业、粮食、贸易，这是控商业的损益比。就算一个行业遇冷，还有其他行业撑着，他三掷千金，又三散千金，把财富分给乡邻、族人，这是控人性的损益比，既避免了木秀于林、封闭摧之的风险，又赢得了民心。就算一次经商失败，也能靠着人脉和口碑东山再起。范蠡的冒险永远有底线，永远有退路。他的本金从来都不是外在的财富，而是自己的智慧、人脉和生存的底线。这些东西永远不会因为一次失败而消失。从人性心理学来看，吕布之所以会做出如此愚蠢的决策，核心是被沉没成本效应困住了。他在徐州经营多年，投入了无数的时间、精力、兵力，这些已经投入的成本让他无法接受战略性放弃带来的短期损失。他总觉得只要再坚持一下就能翻盘，就能把投入的一切都赚回来，却忘了继续坚持的代价可能是失去所有。这种心态就像一个股民在股市下跌时总想着补仓摊薄成本，越跌越补，最后把所有积蓄都套牢。就像一个创业者在项目亏损时总想着再投一笔就能起死回生，越投越亏，最后欠下巨额债务。人总是对自己已经投入的东西格外执着，总觉得放弃就是前功尽弃，却忘了真正的理性是学会及时止损。非高手都懂凯利准则的核心，永远不要押上自己无法承受损失的全部本金。非对于吕布来说，他的本金是自己的性命和东山再起的可能，可他却把这一切都压在了一场必败的守城战上。对于沈万三来说，他的本金是家族的生存和商业的根基，可他却为了讨好君主，把这一切压在了触碰皇权红线的举动上。而真正的遇险者会给自己设定一个止损线，一旦触及，无论有多不舍，都会果断放弃，保住自己的核心本金。范蠡在经商时会给自己设定一个止亏点，一旦某个投资亏损达到30%，立刻抽身，绝不恋战。张良助刘邦建立汉朝后，
知道刘邦猜忌功臣，立刻辞官归隐，潜心修道。就算刘邦多次请他出山，他也只做闲散官，不掌实权，这是他给自己设定的权力止损线。这些人不是不懂得冒险，而是懂得冒险的边界在哪里，懂得什么该舍，什么该留。这种遇险之术放在现代社会同样适用。创业的人总想着快速扩张，抢占市场，可真正的高手会先留足足以维持团队生存18个月的现金流，这就是创业的止损线。就算市场遇冷，也有足够的时间调整策略，而不是立刻倒闭。投资的人总想着追高赚快钱，可真正的高手只会用闲钱投资，从不加杠杆，更不会把救命钱、房贷钱投进高风险领域。这就是投资的本金底线，就算亏损也不会影响生活。做职业选择的人总想着在一个行业里死磕，可真正的高手会在行业明显下沉时及时切换赛道，不会把所有青春都耗在一个没有未来的领域。这就是职业的风险切换策略。很多人把富贵险中求理解成富贵靠赌球，觉得只要敢拼敢压就能成功，却忘了真正的冒险是有规划、有底线、有退路的主动出击，而不是退无可退的疯狂一搏。我在《古今风险拆解手札》里把这种遇险之术总结成了3控法则。控本金，永远守住自己的核心本金，不轻易压上全部。控止损，给自己设定明确的止损线，触及即退。控退路，在冒险之前先想好至少一条退路，就算失败也能东山再起。这3个法则结合了范蠡、张良的守成智慧，也适配现代创业、投资、职场的风险场景，能帮你在任何冒险中都保持理性，不被情绪和沉没成本绑架。讲到这里，吕布和沈万三的悲剧就不再是简单的运气不好，而是他们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富贵险中求的人性陷阱，搞错了冒险的本质，看不清风险的质地，摸不透风险的结构，更不会管控风险的损益。而他们的故事给我们的最大启示，从来都不是不要冒险，而是要学会正确的冒险，要完成从赌徒到遇险者的思考跃迁。这第一重跃迁是从要不要冒险的情绪抉择，升级为冒何种险的结构分析。普通人面对机遇，第一反应是敢不敢，被情绪和欲望驱动，看到别人冒险成功就跟着冲动入局。而遇险者面对机遇，第一反应是值不值，会先分析风险的质地，是匹夫之险还是枭雄之险，再拆解风险的结构，看清表层、中层、深层的所有风险，最后再决定要不要冒，怎么冒。就像现在的新能源赛道，普通人看到政策扶持就立刻 all in 开厂，开店却看不到技术迭代的风险，产能过剩的风险，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而真正的投资者会先调研行业规律，分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再在关键节点投入关键资源，就算冒险也只冒自己能掌控的险。这第二重跃迁是从追求收益最大化的单极思维升级为平衡风险损益比的理性模型。普通人冒险眼里只有收益，只想赚更多，爬更高，却从不算自己能承受的损失。而遇险者冒险会把损失放在和收益同等重要的位置，先算清最大可接受损失，再计算潜在收益。只有当损益比达到自己的预期时，才会出手。就像做自媒体，普通人只想涨粉、变现，不惜触碰平台规则，制造虚假内容，最后账号被封，一切归零。而真正的创作者会先守住平台规则，内容底线的损失红线，
再在这个基础上做内容创新，涨粉变现，就算涨粉慢一点，也能长久发展。这第三重跃迁，是从一战定生死的赌徒心态，升级为留得青山在的生存智慧。普通人把一次冒险当成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输了就一蹶不振，觉得自己这辈子都完了。而遇险者把冒险当成人生的一次次尝试，赢了就放大成果，输了就守住青山，等待下一次机会。就像马云创业，先后做过翻译社、中国黄页，都失败了。可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全部身家压在一次创业上，每次失败后都能带着团队和经验重新出发，最后创立阿里巴巴，成就传奇。如果他在第一次创业失败时就孤注一掷，押上所有，可能就没有后来的马云了。这三重跃迁说到底是学会对风险保持敬畏，学会在机遇中保持理性，学会在追求富贵的同时守住自己的生存底线。而当一个人真正完成这三重跃迁，学会驾驭风险，成功求得富贵之后，又会面临一个更微妙、更高级的问题：富贵本身是不是一种比贫贱更需要智慧去驾驭的险境？吕布靠冒险得到了诸侯之位，却因富贵而变得骄奢自负，听不进忠言，最后丢了性命。沈万三靠冒险得到了富可敌国的财富，却因富贵而变得张扬无知，触碰了皇权红线，最后家族衰败。胡雪岩靠冒险成为晚清红顶商人，富甲一方，却因富贵而变得贪大，冒进卷入官场斗争，最后抄家破产，郁郁而终。这些人都学会了在贫贱时冒险，却没学会在富贵时守成。而富贵带来的骄傲、全能感、资源觊觎，恰恰是最隐蔽、最致命的风险。贫贱时，人对风险充满敬畏，会小心翼翼，步步为营。可富贵后，人容易产生我无所不能的错觉，觉得自己能驾驭一切，从而失去对风险的敬畏，变得盲目、张扬、冒进。就像沈万三驾驭了海外贸易的风险，就觉得自己能驾驭皇权的风险；就像一些现代企业家搞定了市场和技术的风险，就觉得自己能搞定政策和人性的风险，最后栽在了自己的盲目自信里。真正的遇险智慧，不仅包括贫贱时的求富贵，更包括富贵后的守富贵。范蠡三散千金是守富贵，张良辞官归隐是守富贵，曾国藩身居高位却始终低调谨慎，戒骄戒躁也是守富贵。他们都懂得，富贵是一把双刃剑，能带来荣耀和资源，也能带来嫉妒和风险。而守富贵的核心，从来都是藏和让，藏起自己的锋芒，让出自己的利益，不做那个最耀眼的人，不碰那个最敏感的线。想学会这种富贵后的守成智慧，真正做到既能险中求富贵，又能稳中控风险的原主，一定要关注我，持续看我的内容。我会在订阅的粉丝里不定期抽取幸运者，免费送出这本古今风险拆解手札。里面不仅有贫贱时的遇险之术，还有富贵后的守成心法，结合范蠡、曾国藩、张良的真实案例，拆解现代成功者的风险管控要点，教你在任何人生阶段都能看清风险，驾驭风险，不重蹈吕布、沈万三的覆辙。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无风险的富贵，也没有无底线的冒险。那些真正能长久成功的人，从来都不是最敢冒险的人，而是最懂风险的人。他们懂得冒险的本质是理性，富贵的本质是守成，而人生的终极智慧，就是在险与稳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我们总羡慕那些险中求富的人，却忘了他们背后的精准计算。
我们总惋惜那些险中丢腹的人，却忘了他们背后的人性陷阱。吕布和沈万三的故事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每一个渴望成功的人心中的贪婪和浮躁，也提醒着我们永远不要把赌博当成拼搏，永远不要把冲动当成勇气，永远不要在险中求富贵时忘了险中丢一切的代价。而最终，所有的冒险和驾驭，所有的追求和守成，都绕不开一个核心问题：你究竟是想做一时的赢家，还是想做一生的胜者？一时的赢家靠的是运气和勇气，一生的胜者靠的是智慧和理性。这才是富贵险中求背后最值得我们深思的答案。